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养龟变成了一种理财产品几年前买的龟摇身一变，身价翻了几个跟头。看着直播间里络绎不绝的询问者，直播小姐姐们卖力的叫卖声，让不少龟友产生了一个念头养龟热门，养龟火爆，养龟能赚钱。小包也收到了不少龟友的私信来询问我一些关于投资养龟的问题。小包大致看了一下，这样的龟友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小成本投入，不指望赚钱，只是想以龟养龟，减少些养龟成本。还有一些朋友们呢，真的是想大干一场，是想把养龟当做一种投资产品，希望得到丰厚的回报。不论你是哪一种，或者说有过以上两种想法的朋友们，一定要好好看完小包的这期视频。当你认真看完后再来综合评估一下你的投资风险，再来掂量一下自己是否能靠繁殖来实现盈利，相信一定可以让你茅塞顿开。市场行情，不论你是想投资哪个领域，投资哪种产品，首先你要对这个市场有一定的认知，还得对这个产品有很深的了解。但是让我很吃惊的是来问我投资养龟的玩家里连最基础的这个能力都不具备，问出来的问题也是让人啼笑皆非。举个例子有龟友来问我哪种龟目前好卖你连哪种龟畅销都不知道就想下海还有人跟我说他想投资南石，让我来帮他把把关。我那个时候正在喝茶直接把水喷了一瓶我。我问他你为什么要投资南石本来还以为他是想来抄底的，结果他回答我说因为这个种龟便宜。就这么个思路来参与投资的，完全不考虑市场前景和回报率的问题，也是蛮厉害的。那稍微懂点行的朋友们就来问淡龟了，窄桥、萨尔文、虎纹、巨头啥的。也有朋友来问大鳄的，问黄猿的。如果你也想投资以上这些龟的朋友们，恭喜你，你对目前龟圈的行情是有所了解的，知道什么玩意儿目前赚钱，有上升的空间。但是了解这些就够了吗？显然不行。我们接着说投资风险。讲到投资必然要考虑的就是风险。很遗憾，几乎所有来咨询我投资问题的龟友对这一块的重视程度都很低，甚至就没考虑过，属于拍脑袋想问题。关于养龟投资的风险基本上有3种：技术能力、繁殖条件和渠道。我们先来说技术能力因为影响到投资风险的几个因素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你们能想到吗？一个连公母都不会看的小白说要去买种龟繁殖，竟然还真的每天发种龟的图片来问我是公是母。我是你的技术顾问吗？你繁殖出来以后给不给我分红一般技术能力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种龟的挑选、繁殖环境、孵化环境和育苗。以上几个问题你都懂吗？每一种龟都有一套适合自己的繁殖方法，每一个环节都能影响到最终的结果。你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一、种龟不干活怎么办？2、蛋不受精怎么办？3、受精孵化失败怎么办？4、孵化的苗死亡率高怎么办？这些问题都是你繁殖道路上的风险，请一定要记住了。接下来讲讲繁殖条件，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一般就是资金条件和空间条件。实际上大部分想搞繁殖的玩家不存在资金问题，往往忽略的是空间问题。你有那么大的地方搞繁殖吗？这句话其实是想说给城市玩家们听的。就像小包我吧，小包我养龟这么多年了，都没有条件去搞繁殖，就是因为空间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当然也有不少城市玩家能够繁殖出很多蛋龟的，毕竟蛋龟的空间要求相对小一些。不过一个宽敞的空间是繁殖的必要条件，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考虑进去，别到时候因为空间问题而血本无归。最后我们要考虑的就是渠道，你去哪里买靠谱的种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事实上现在很多奸商都会把不干活的公龟或者产蛋量少、质量差的母龟抛售给玩家，或者卖出来的都是1-2年里不会产蛋，甚至连试蛋都没有经历过的母龟，忽悠你说当年可以高产。可拉倒吧，大家想一下一个热门品种的种龟就相当于是一棵摇钱树，跟你非亲非故的人家干嘛要卖给你呢？对不对？回报周期和回报率。讲完了投资风险我们就来聊一聊回报周期和回报率的问题。首先小包一定要奉劝这样的一类龟友，想靠着买几个苗子养大后繁殖的这类龟友们，你们一定要醒醒了。我这里有龟友就来跟我说，买几个苗子等养大后繁殖来赚钱。我就要笑了。先不说你这个龟是否能养活，就算你把它养大了，那个时候的市场环境还会是这样吗？你手里的苗子养大了可以繁殖了，别人手里的就不能繁殖吗？
拜托，当每个玩家手里的幼苗都变成可以繁殖的时候，这个龟还有什么商业价值可言啊？起码绝对不会比现在值钱。还有一类龟友啊，选择没什么投资回报率的龟，比如南石，这都跌到什么白菜价了，还去买这个投资？这一个苗子几块钱的，你要卖到什么时候回本啊？真是哪里有坑往哪跳。所以啊，有些玩家就很聪明，他们买回报率高的龟来养，比如窄桥，是吧？一只苗子4、5千，产量也不错，繁殖要求也不高，看着挺不错的，真是给自己一个放纵的理由啊。真实动机，其实吧，前面讲了这么多，讲到这里啊，才是点到了很多养龟投资者的痛点了。各位龟友们，想以龟养龟也好，想盼着增值也罢，你们扪心自问一下，你们有没有想过用增值和投资作为自己放纵的借口？当你的朋友家人奉劝你不要太过沉迷养龟的时候，当你想要决定不再剁手买龟的时候，你是不是给自己的一个心理暗示，这个龟买了是会增值的，这个龟买了是可以繁殖的，是可以赚钱的，然后心理防线开始崩溃，把沉迷养龟粉饰成赚钱的机遇，结果在买龟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最后有多少人赚钱了啊？有多少人繁殖成功了？小豹身边就有很多资深的养龟人都承认，自从自己走上了繁殖的道路后，一直是入不敷出，钱没赚到，龟买了不少，前后花下去的时间精力不少，而且经常遇到死龟的风险。最后总结2句吧，乌龟是活体，本身是存在死亡风险的，你的投资周期越长，风险就越大。这种投资产品真的不适合一般玩家来搞，这个是需要巨大的资金和场地，需要一定的行业背景和技术能力的人，通过几年的运作才能做起来的。你玩家自己小玩玩可以，但是也要掂量掂量你自己几斤几两啊！不要给自己一个沉迷的借口，当你想谋取利益的时候，往往是开始失去的时候。我是小豹，我们下期再见了。